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58讲，税务局审计您公司的原因。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税务局为什么要审计您的公司。当然，税务局要审计您的公司，其实有各个方方面面的原因会去做你的审计。但今天的话，我跟大家讲6个主要的方面或者原因，它为什么要去审计你的公司，供你参考了。好，第一个方面就是商品和服务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ST。那 GST 你是怎么拿回来的呢？你是要做这个季度报表或者月报表。好，你上报了以后的话，你可能就会有这个 GST 的退款。那什么情况下你会申请得到这个 GST 退款呢？就可能是你是买了一个物业，好，那物业是商业物业，这个商业物业里面的话，一般都会产生的一个叫做 GST。那这个的话，你可能就会这个钱就会退回来，因为商业物业的话价值也特别的高，也不低，所以的话你能退回来的 GST 也特别的高。所以当你要退的时候的话，一定要确保好你是有发票的，你是有合同的，你是有转账记录的，啊，这些所有的证明一定要充足，因为税务局对于这方面的信息得到了以后的话，他一定要做一些审计来确保你能退的这个 GST 是合理的、合法的、是正确的。好，另外一种情况可能就是你刚刚开始一个生意，然后呢需要做一些投资。好，那投资的话，可能是你需要去装修啊、设备，或者是物品，或者是你的存货。那你买这些东西里面的话，都是会有 GST 的产生，那你可能就会放到这个税表里面，想把这些 GST 给退回来。可能一些供货商他是没有注册 GST 的，也就是说他收你的钱里面给你的发票里面是不含 GST 的，所以这一部分 GST 你是不能退的。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支出都以为是说每一个支出都是有 GST 你就申报上去了，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的每一个发票上都是有 GST， 而且每一个支出你申报给税务局都是有发票的，而且能证明你这个钱是怎么转的，或者你的钱、你的投资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可能也会问到。因为当你要有大量的这个 GST 拿回来的时候，所以这方面的信息和文件一定要有充足。好，可能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你是做出口的，因为出口的生意的话，一般的话 GST 是你的买进货的 GST 你都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你出口的商品的收入你是没有 GST 的，所以的话你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上报这个税表的时候，你都是退 GST 回来，所以这也是方面的话，税务局也会查看一下，但一般他只查看一次，因为他不了解你的生意的模式，但当他了解以后，他以后就不会再申请审计你了。第二个方面，他有可能会来看你的账，就是说你可能要做一些税务调整，就是说很多的情况就是说你在做今年的税表企业税表或者个人税表的时候，然后你发现的话，去年你的账可能做错了，比如像是你的收入多报了，或者是你的支出少报了，那你可能会把支出放上去，或者是把收入降下来，那你可能去年就会有退税。当有这种调整，然后又有退税的产生的时候，税务局也有可能会去查看一下你的账是否属实。OK， 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不要仅仅的是把这个支出补上，或者把这个收入减下去，一定要在最后再仔细检查一下你所有的收入和支出，确保你是正确的、属实的、合法的申报的。如果那税务局有做审计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到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在税务局那边有一个小污点了，好吧，一定要确定。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有可能税务局会看到，就是你每个季度申报的季度报表是不是有很大的浮动，因为你在申报季度报表的时候，你会申报你的收入、支出和你的 GST，
还有你的员工的工资，还有员工的代扣税。那这些所有的信息在税务局里面都进入了它的这个系统里面，如果有很大的浮动，它也会引起他的注意，然后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打个比方，你前2个季度的收入都是基本上差不多浮动可能是在10%或者15%左右，突然在第3个季度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收入翻了1倍，那这个是为什么？那有些人会说，那这个有可能是季节性，没错，税务局也会考虑到每一个生意它会不一样，所以它会通过你的不是1年它可能是2年、3年，看一下你的企业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一致的在每一个季度的这个时候，你就是不是特别的高，或者是一下就会特别的低，或者他会看一下你的这个行业是不是这种情况，来决定你是否有没有可能如实的申报你的收入。所以他也不是说没有理由来去查看你的这个账的，所以这一方面你也得注意。当然了，如果你的这个本是有季节性的这个生意的话，你能如实的去解释给税务局，而且你能提供相应的发票和这些证据，那你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这些所有的准备工作，好吧？第4个方面就是你在每1年的时候都会申报这个公司的企业所得税表。那在这个表里面有几大部分大的几部分就是你的收入、你的成本你的支出最后算出你的利润，再交这个税。那在里面的话有两个部分，它是看的比较看的是重点，就是你的成本和收入的一个比例就是收入和成本。那这个主要是针对于零售商或者是批发商，因为这2个行业的话，它都是你的收入都是来自于你的成本，就是你的存货。那当你的成本和收入的比例跟去年或者前1年浮动特别大的时候，他就会怀疑你的成本是不是多报了，或者是收入是不是少报了。因为一般来说，你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你基本上你的成本和收入不会变化太大但有些人是说，那我的经营模式可能有变化，我原来的话是零售商，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批发商，所以我之前的成本是相对于是比较低，那我的毛利比较高因为我是零售嘛但是我现在转型为批发了，所以的话我的成本现在的话相对于更高，我的毛利就会更低。那我不这应该是正常的，你还要看？那是的，因为他看没关系，只要是你能合理的去解释，而且你能出示相应的证明你是有这个转型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说你这么做有可能会引起税务局的注意一定要确保你有足够的文件来证明你的这种转型。第5个方面就是说你的资产和收入是不是匹配？什么意思？你的资产是什么？就是你在你个人名下或者是配偶名下的所有的物业，包括你的自住物业、你的投资物业，或者是你的车甚至有些人的话会喜欢买古董那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你的资产对于物业来说或者车来说，都是注册在的政府的部门。那对于税务局来说是很容易去调出这些信息。那很多人有些人在想，这些古董他怎么知道？我又不是注册的。但很多人去买古董的时候，他就会去给这个古董买一个保险。那这个保险公司就会有这些资料。那税务局同样可以从保险公司那边要到这些信息，然后看哪些人或者是审查的这个人，他有没有给任何的一些物品上过保险，来查一下这个人还有没有其他的资产。那他把所有的这些资产的价值加在一起，然后他也会看银行有没有贷款，他也会把它减掉。那也就减掉的这一部分，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现金的支出，当然啦，会除掉增值的这一部分了，
就是他会看一下，算出你之前你买这些物品的现金支出是多少，然后再看看你每一年，可能不是1年，可能是2年、3年或者甚至4年，你的这些每一年申报给税务局你的收入是多少。打个比方，就是说你的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可能是100万或者是更高，但是你每一年的收入只报了2万或者3万，那他会怀疑是说，那你这个怀疑是说你这个收入是不是少报了？为什么你这收入这么低，你能积攒出这么多的资产，或者能用钱买到那么多的商品或者是古董啊，或者是车？所以这一方面也是也是你需要注意的。但如果你能合理的去解释你是怎么来的，比如像你是收到的遗产，或者是借的钱，好，那你一定要出示好这些证明是真实的，是合法的，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不能证明，那这边你可能在税务局那边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好，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第6个方面，如果你是从澳洲之外的地方有汇入到你的个人或者是公司的一大笔钱，或者是每个月都有进到你的这个个人账户或者是你的公司账户，那税务局也会会怀疑你是不是在澳洲之外还有物业或者投资会有这些收入，或者是从澳洲之外转进来钱比较大笔的钱，有没有可能你在澳洲之外会有一些物业变卖了，然后呢转了这笔钱进来，然后他会看一下你的个人税表或者公司税表有没有报好澳洲之外的收入，好，因为你会报澳洲的收入嘛，还有澳洲之外的收入，那这些收入是不是跟澳洲之外转入的这个钱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不一致的，他可能也会去问一下你，为什么从澳洲之外有转钱进来，但是你在税表上并没有显示这样的这个收入，这也是容易让税务局去查看的。当然，并不代表从那个澳洲之外转入的这个钱你就一定是收入，因为我们在前一期也会讲到了从澳洲之外转钱进来，然后需不需要申报收入，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是不需要的，那你是不用担心的，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对这期的节目也会感兴趣，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谢谢。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车。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你用你那浓情的脉搏和我诉说。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当时那海的栀子，还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小的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